访华还是友好合作，这是德国政府自己的选择。中国方面呢，没有办法替德国人拿主意。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包明。这期的话题我们说一说德国的新外长还没有上任，就对中国横加指责，访华还是友好合作，这是德国政府自己的选择。中国方面呢，没有办法替德国人拿主意。假如德国决心要跟着美国下地狱，中国也是拦不住的。但是中国是可以想办法让自己活在阳光之下。即将上任的德国外交部长贝尔伯克表明呢，他将通过对话或强硬立场来处理中国事务。他对中国的新疆问题、个别犯罪分子的处置问题大放厥词，甚至表示不排除抵制北京冬奥会。这位国际法学者出身的政客我看几乎是神经错乱了。德国新外长对中国的态度强硬，并不出乎人们的意料，这是美国极端反华政策的必然反应。从特朗普到拜登，都对中国采取了严重敌视的态度。美国当然不会允许自己的盟国单独和中国发展友好合作关系。作为西方世界的核心成员，德国自然是美国打造反华同盟的头号战友。哪怕德国企业在中国市场上有极为重要的经济利益，也很难抵挡得住美国强大的政治操控。二战结束以后美国就非常重视对德国政坛的渗透，培养了大批代表美国利益的政治人物。美国对德国的政治界、司法界和情报界的渗透那是非常厉害的。德国情报当局和美国中央情报局曾经有一场非常深入的合作，他们操纵了一家瑞士的密码机公司，在整个冷战期间向全世界销售留了后门的密码机。结果是除了中国和苏联，几乎全世界的政府在美国中央情报局和德国联邦情报局面前几乎就是透明的都没有任何秘密可言。这两个情报局甚至还从这门生意当中赚了几千万美元，由德国局负责结账和提现，再把整车的现款直接交给美国中央情报局的特工。这些钱最终到哪儿去了，那谁也不清楚。美国的盟友当中比较例外的可能是法国，这主要是戴高乐讲究独立自主。另外法国在美国独立战争期间给予了巨大的帮助，没有法国军队的参战，美国是压根儿就不可能独立的。所以美国在和法国打交道的时候，多少也会有所收敛。但是对于德国这个二战的战败国美国就没什么好客气的了。多年以来，中国和德国的友好合作关系是在美国的默许和不在乎之下才能够发展起来的。一旦美国坚定了反华决心，要把德国绑上反华的战车，那德国是根本顶不住的。到目前为止中德之间如果说有什么分歧的话，最多是在工业产品的竞争和知识产权这些方面会存在着一些分歧和法律问题。除此之外中方认为与德国没有任何的利益冲突，在政治和意识形态上，只要你不管闲事，中国和德国就没有任何闹矛盾的理由。两国相隔10万8千里，没有领海纠纷，也没有领土纠纷。中国民间对德国制造有着很大的好感，中国是德国工业制成品最大的出口对象。德国的3大汽车品牌 BBA奔驰、宝马和奥迪在中国市场上是获取了巨大的利润。还有中国共产党的老祖宗马克思、恩格斯都是德国人。在这样的背景下，德国政客跳出来为美国站台助威，实属不理智。现在德国政坛上有一股对中国很不友好的势力，仇视中国的领导体制和人权政策到了不可理喻的程度。德国容留了大量的新疆暴恐分子和分裂分子，这些人在德国是公开活动，气焰嚣张。每当美国制造谣言，试图用人权、民族和宗教问题给中国找麻烦的时候，德国政客都是第一个跳出来摇旗呐喊。德国亲美政客的所作所为当然是违背德意志民族、德国的企业和德国人民的根本利益的。德国的企业在中国市场上有巨大的投资和收益。德国新政府如果坚决奉行反华政策，必然会影响中德经济贸易关系。在这个后疫情时代，全世界的每一个国家都在努力的寻求经济复苏的机会，与中国开展经济贸易合作是很多国家摆脱困境的唯一选择。德国反华政客的做法只会断掉很多德国企业的生计。当然是反华还是友好合作，是德国政府自己的选择。中国没有办法替德国人拿主意，我们所能做的就是办好自己的事情，努力的提高产业水平，尽量的避免对于外国供应商在核心技术上的依赖，其中当然也包括德国。假如德国铁了心要跟着美国下地狱，中国是拦不住的。但是中国总可以想办法让自己永远活在阳光之下。好，这期话题就说到这里。